全世界最神奇的10种玉米。玉米几乎人人都爱吃，但是你知道玉米的品种有多少吗？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全球至少有大约6万种不同的玉米品种。玉米不但有红色和黑色，还有绿色和蓝色。有的玉米小巧精致，如同人的手指；有的玉米则色彩斑斓，如同璀璨的宝石。原来玉米也能长出5颜6色的叶子。本期视频奇趣最套将为您介绍10种不可思议的玉米品种。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欢迎点赞并在评论区留言，感谢您的支持。现在我们开始吧。第10种，玻璃宝石玉米。在玉米家族中，玻璃宝石玉米堪称玉米界的颜值天花板。这种玉米棒上分布着犹如蓝宝石、紫水晶和红玛瑙一样的玉米颗粒。这些色彩丰富的玉米看起来晶莹剔透，宛如一颗颗斑斓的宝石，因此被叫做玻璃宝石玉米。玻璃宝石玉米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在当时的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一名叫做卡尔巴恩斯的人热衷于种植一些古老的印第安玉米品种。他将一些古老的玉米品种进行杂交，使得玉米的颗粒逐渐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经过多年的培育，便形成了这种色彩稳定的玻璃宝石玉米。多年来，这种玉米只有卡尔巴恩斯和他的朋友们在小规模的种植。2008年左右，这种玉米的种子传播到墨西哥和以色列等多个国家。2012年，一张玻璃宝石玉米的图片在网络上走红。随后，这种色彩独特的玉米获得了大量追随者。和普通玉米相比，玻璃宝石玉米的颗粒更加坚硬，更适合磨成玉米粉或加工成爆米花来食用。由于这种玉米的颜值出众，在工艺品市场上，它还常被加工成手把件等各种工艺品来销售。第9种，拇指玉米。拇指玉米是玉米中的迷你之王。这种玉米的大小就像人的拇指，它的直径仅有 1.8 到 2.5 厘米，长度约5到10厘米。它的籽粒饱满而圆润，颜色金黄，看起来像一个圆滚滚的艺术品。这种玉米吃起来既有甜玉米的清甜，也有糯玉米的软糯，咬下去香甜的汁液在口中瞬间弥漫开来，让人回味无穷。拇指玉米起源于云南的西双版纳，已有800年的种植历史，是当地的傣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农作物。然而由于它的产量低，种植要求高，因此逐渐被高产玉米取代。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玉米曾经一度销声匿迹，直到2017年，当地一户傣族人家的老宅重建时，从屋顶老梁上的一个葫芦里发现了拇指玉米的种子。这种古老的玉米品种才重新被发现并开始种植。不过，这种玉米对生长环境的要求较高，并且它不能与其他玉米品种混种，因此种植的成本也较高。不过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农产品的品质。拇指玉米的独特魅力逐渐被人们发现，它不仅口感好，而且富含多种营养成分，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材。如今，拇指玉米已经开始走出云南，在其他地区开始施种。或许不久之后，更多的人能品尝到这种独特的美味。第8种，瓦哈卡绿马齿玉米。你有没有见过这种墨绿色的玉米？在墨西哥南部的瓦哈卡地区，有一种神奇的玉米品种。这种玉米以独特的绿色果穗和神奇的固氮能力，在众多玉米品种中独树一帜。它的颜色如同山间的苔藓，又像年代久远的铜锈。这种奇怪的颜色在玉米中极为罕见，许多第一眼看到它的人甚至会误以为它被染过颜色。其实这种绿色的玉米不仅是天然形成的，而且已经有几百年的种植历史。它是墨西哥瓦哈卡地区的土著萨波特克人和邻近的米斯特克人通过长期选择育种，从而培育出来的独特玉米品种。这种玉米能够适应当地多变的高原气候和贫瘠的土壤，它的颜色象征着生命与土地的联系，在土著部落的传统庆典和祭祀活动中拥有特殊地位。当地人常用它来制作传统的绿色玉米饼以及玉米粉蒸肉等美食。除了独特的颜色，让人惊讶的是，这种玉米还拥有一种神奇的固氮能力。一般来说，玉米是一种对氮肥极其依赖的粮食作物，它需要人工施肥才能茁壮生长，
而瓦哈卡绿马齿玉米的根系能分泌一种粘稠的果冻状物质，这种物质可以为与根部共生的微生物创造出理想的低氧环境。这些微生物能从空气中捕捉氮气，并转化为玉米生长所需要的营养。也就是说，瓦哈卡绿马齿玉米能自己制造自己生长所需要的氮肥，并且它还是玉米家族中唯一一种拥有这种固氮能力的玉米品种。如今，农业科学家正在尝试破解它的固氮机制，希望将这种能力引入到其他高产的玉米品种中，从而减少玉米的种植成本。第7种，草莓玉米。草莓玉米是一种罕见的玉米变异品种，和普通玉米不同，这种玉米的植株高度仅有80至120厘米，虽然体型较小，但是它单株可以结出3至5个短小的玉米棒。它的玉米颗粒为紫红色，玉米棒的长度约为8到15厘米。这些紫红色的玉米粒排列紧密，外形很容易会让人联想到红色的草莓，因此被叫做草莓玉米。这种玉米的植株矮小而茂盛，看起来赏心悦目，因此许多人将它作为观赏植物种在庭院中，作为鲜花之中的点缀。草莓玉米的含糖量高，因此它既可以当作水果生吃，也可以蒸煮或烤熟后食用。而且这种玉米的颗粒硬度高，并且不易脱粒，因此也常被加工成各种饰品和挂件等。第6种，血腥屠夫玉米。很少有一种植物的名字能让人联想到恐怖电影，不过不用担心，血腥屠夫玉米其实是一种独特的红色玉米品种，它是红色玉米中的佼佼者。这种玉米的颜色是一种深邃的暗红色，看起来就像被鲜血浸染过一样，每一粒种子都红到了根部。这种玉米最早出现在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南部，在当时是一种很常见的玉米品种。它是欧洲移民采用美洲原住民种植的玉米进行杂交育种的产物。这种玉米至今仍在美国一些地区种植，它属于高杆型玉米品种，它的植株高度普遍超过3米，远远高于我们常见的玉米品种。这种玉米的味道比普通黄玉米更加浓郁，吃起来还带有一丝独特的坚果香气。在原产地，它常被磨成粉来制作玉米饼或玉米面包。同时，这种玉米也是酿造特色酒类的优质原料，它酿出的酒色则深沉，口感非常醇厚。第5种，贾拉玉米。贾拉玉米被认为是世界上玉米棒最长的玉米品种。这种玉米来自墨西哥纳亚里特州塞博鲁科火山脚下一个叫做贾拉的小镇，它的玉米棒长度通常可以达到30厘米以上，最长的甚至能达到60厘米。贾拉玉米的种植历史非常悠久，每年8月份玉米收获时，贾拉镇会举办玉米节，以庆祝丰收，并评选当年最长的玉米。2023年，一根长度达到49厘米的贾拉玉米获得当年最长玉米棒纪录。不过，历史上最长的贾拉玉米出现在1924年，它的长度达到了惊人的60厘米。与普通玉米相比，贾拉玉米的蛋白质含量高，淀粉含量低。这种玉米被人体吸收后，引起血糖上升的速度和幅度相对比较平缓，非常适合糖尿病患者和追求健康饮食的人群食用。不过，有趣的是，这种玉米离开贾拉镇便无法长出这种巨大的玉米棒。当地人认为，贾拉镇位于塞博鲁科火山脚下，火山喷发后积累的火山灰使得当地的土地变得极为肥沃。这种肥沃的土壤为贾拉玉米的生长提供了理想的条件。第4种，霍皮兰玉米。霍皮兰玉米是一种古老的印第安玉米品种，它起源于美国西南部的干旱地区，是当地土著霍皮人培育的玉米品种。这种玉米属于硬粒玉米，它以深邃的蓝色而闻名，是最著名的蓝玉米品种之一。它的颜色通常是一种罕见的靛青色或紫蓝色以及灰蓝色，这是因为这种玉米富含花青素。花青素是一种天然的色素，它不仅让霍皮兰玉米有了奇特的色彩，而且它还拥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有助于清除人体过量的自由基，保护细胞健康。并且这种玉米还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
因此也被誉为玉米中的超级食物。霍皮兰玉米的种植历史非常悠久，它的根系发达，能深入地下吸收水分，非常适合在荒山丘陵等恶劣环境中种植。在过去，它是美国西南部的霍皮族以及纳瓦霍族原住民的传统粮食作物。在当地的部落文化中，它不仅是人们的重要食物，也常被用于宗教仪式中的祭品或者祭祀用的粉末。当地人通常将这种玉米磨成面粉来制作玉米饼、面包和粥等各种传统食物。近年来，这种玉米在健康食品市场走红，被人们视为一种营养丰富和天然的非转基因玉米代表。第三种，牛奶水果玉米，如同水果一样可以生吃的玉米，你想尝试吗？牛奶水果玉米就是一种可以生吃的超甜鲜食玉米品种。这种玉米以乳白色的籽粒、爆浆的汁水和淡淡的奶香而得名，被誉为玉米中的水果皇后。它原产于北美地区，最早是在台湾引入试种并进行改良，之后传播到福建、广东及广西等广大地区。牛奶水果玉米并不是转基因玉米，而是通过传统育种技术，以甜玉米为母本，引入热带水果玉米的高糖基因，再通过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筛选出同时具备皮薄多汁以及高甜特性的玉米品种。它的淀粉含量仅为普通玉米的1/3，糖分含量高达18至20度，它的甜度甚至超过了西瓜。这种玉米看起来如同白玉珍珠一般，显得莹润透亮，每一颗玉米粒都饱满鼓胀，仿佛随时都会爆裂。它生吃时如同水果，轻咬即破，汁水爆浆，蒸煮后口感脆嫩，甜味醇厚。如果用来榨汁，则清甜丝滑，甚至无需加糖，便如同奶昔。第二种，彩虹条纹玉米，玉米也能长出五颜六色的叶子。这种来自日本的玉米以色彩斑斓的叶子和深紫色的果穗而闻名，与普通玉米单一的绿色叶片不同，它的叶片上分布着黄色、粉色或白色的条纹，因此被叫做彩虹条纹玉米。这种玉米是通过长期的杂交育种或自然的基因突变而形成的一个玉米变种。这些独特的颜色从根部一直延伸到叶梢，使得整颗植株显得与众不同。更奇妙的是，这种色彩并不是一成不变，随着秋天来临，天气转凉，叶片上的粉红色还会变得愈发鲜艳。这种独特的美感使得这种玉米成为了一种极具观赏价值的园艺植物。19世纪时，彩虹条纹玉米被引入到欧洲，许多喜欢收集奇花异草的欧洲贵族将它当作花园里的宠儿。除了叶片，这种玉米的果穗是一种深邃的紫红色，它的淀粉含量极高，吃起来口感坚硬，完全没有普通玉米的香甜。因此，这种玉米更适合磨成玉米粉，或者做成爆米花来食用。第一种，阿兹特克黑玉米。阿兹特克黑玉米是一种古老的玉米品种，这种玉米原产于南美洲的秘鲁和墨西哥，它因深沉的黑色果穗而广受关注。早在2000多年前，中南美洲的阿兹特克人就已经在种植这种黑色的玉米。在阿兹特克文明中，黑玉米有着重要的文化和宗教意义。它不仅是生命和丰收的象征，还被用于各种宗教仪式和庆典。阿兹特克人相信这种玉米能够带来好运和繁荣，因此这种黑玉米被广泛种植并传承了下来。而且这种玉米有着极高的营养价值，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而且它还富含维生素、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与我们常见的黑糯玉米不同，阿兹特克黑玉米没有糯性，煮熟后吃起来口感略带嚼劲，味道也不如现代的甜玉米香甜。通常它会被磨成浅黑色的玉米粉，用于制作玉米饼或玉米面包等食物。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欢迎点赞并在评论区留言，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